别看虚空之上修武者的身影宛如被定格在空中的暴雨一般密集，但其实仍有很多人选择了隐藏自己，未曾现身。比如一艘巨大的浮空战船，它之巨大，宛如一座巨大岛屿拔地而起，可因其隐藏阵法厉害，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它，哪怕从它面前掠过，也会被隐藏阵法影响感官，从而根本察觉不到异常。而在此船的甲板上站着的竟都是狱宗的人马，数百万名狱宗之人，宛如蓄势待发的军队，整齐而立，气势不凡。最前方的乃是2个人，一位是白发苍苍的老者，身上披着玉浆的长袍，正恶狠狠地盯着那座比武台，仿佛一只想要寻仇的猛兽，在寻找自己的猎物。云傲大人，不用如此，俺又没打算报仇。老者身旁的年轻人开口，原来这位正是陈辉，敢光明正大的动你，这是完全不将我们古派放在眼里。就算他引发了红云漫天，也不该如此放肆。这件事老夫必须讨个说法。名为云傲的老者说话间咬牙切齿，只听语气都能感受到他的恼怒。这位云傲的实力很强，古派的那几位大人物之所以敢安心闭关，就是因为云傲的存在。此人因性格懒散，曾多次拒绝成为御帅，但他的实力早就达到了余帅的层次，在古派这一方也是有着较重的话语权。正因清楚云傲的实力，也清楚云傲大人的脾气，陈辉知道若不劝阻，也许今日还真将演变成狱宗的内战。云傲大人，陈辉将手掌翻过来，伸到了云傲大人面前。干嘛？云傲大人嘴巴微张，面露不解。把您的手掌放到俺的手掌上面啊！陈辉道。辉辉，就算允儿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应该如此啊，还是应该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儿。云傲大人眉头紧皱，什么啊？放上来，给您惊喜。陈辉说道。见状，云傲大人半信半疑，将手掌放了上去。而这一放，云傲大人先是目瞪口呆，随后眉开眼笑。你这小子故意的啊！俺让他猖狂猖狂，总有他吃亏的时候。陈辉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但这句话是暗中传音，他不知身后之中是否有身在古派心在新派之人。云傲大人也是立刻明白了陈辉的意思，也是暗中询问，你这小子，我就说嘛，凭你的天赋，既已踏入真神境，怎可能那么弱小？所以云傲大人，您还觉得那百里紫菱真的能引起红云漫天的异象吗？陈辉问。这个我们说的不算啊，当日见证的人不在少数。云傲大人道。反正俺不信，除非他当着俺的面重新引发红云异象。陈辉道。而就在此时，人海之中变得喧闹起来，原来是那比武场发生了变化，那遮盖的结界之力开始散去，只见巨大的比武台中心站立着一道渺小的身影。可当众人将目光凝聚而去，几乎没有人敢小觑此人，毕竟百里紫菱的形象看上去便有一种妖孽级天才的风范。我百里紫菱代表狱宗欢迎诸位远道而来，见证我与楚风这一战。百里紫菱很有礼貌地对着四周抱拳施礼，这样的举动倒是使得众人意外，臭名昭著的狱宗居然还懂得礼数这一套。淡定身后，百里紫菱又将目光重新扫视一圈，只是眼下时间已到，不知楚风是来了不敢现身，还是根本就不敢来。总之，我百里紫菱如约站在了这里，但能否不让诸位前辈白来一场，就还要看那楚风了。言外之意，那就要看楚风敢不敢来了。对啊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楚风呢？不会真的不敢来吧？百里紫菱的话语带偏了不少人的想法，也都觉得楚风是不敢应战。俺呸，什么玩意，真是不要大比脸。楚风不来也是不屑于搭理你，居然就给人家扣上不敢的帽子。陈辉骂骂咧咧，辉辉，你好像很看好那楚风啊。闻言，云傲看向陈辉，楚风吗？俺见过，当时的实力还很有限，但9天之巅就已傲视群雄了，进步很快。我猜他如今应该也差不多真神了。以他9天之巅的表现，那百里紫菱哪来的勇气必胜楚风啊？他真以为这浩瀚修武界只有他是天才，其他天才都是白菜啊？陈辉道。哦，既然见过，那你觉得若是你与那楚风交手，谁会更胜一筹？云傲问。虽然欣赏楚风，但若与俺打，那俺肯定更胜一筹。此事，陈辉面露自信，哈哈，这就对了。云傲很是满意。尽管百里紫菱引发红云漫天异象，如今在狱宗内的呼声越来越高，可他们古派之人却依旧看好陈辉。就在二人短暂交谈的时候，这浩瀚人海已经彻底炸开了锅。毕竟时间到了，楚风却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可能是要白跑一趟了。暴风险来此，就是为了见证历史的，眼下白跑一趟，难免心生怨气。这怨气也不可避免地落在楚风身上。一时之间，各种怨声载道的声音响彻，甚至有人真的开始骂楚风徒有虚名，不敢应战。见此情形，百里紫菱觉时机成熟，不由大声问道：楚风，你真的没来吗？莫非传言皆是假的？你实则胆小如鼠。他今日主要目的是扬名，楚风来了最好，他当场击败楚风，名正言顺。但若是楚风不来，对他也没影响，他百里紫菱的名声同样响彻浩瀚修武界。闭上你的臭嘴巴，就你也配和我兄弟楚风打？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自人群响彻，尽管人海声音嘈杂，可此人的声音却宛如惊雷，盖过了所有人。也正因此人一开口就直喷脏话，自然引起众人注意。一时间，不仅喧闹的天地安静下来，无数道目光更是齐刷刷地看向了同一个方向。只见一个穿着花裤衩的男子正用手挠着，特别不畏。见众人看来，他也毫不在意，
伸手一弹，不知弹飞了什么，但却将手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这才看向百里子陵，目光轻蔑：“子陵白给是吧？你爹王强，做你的对手。”